各种难看的字眼霸占了热搜词条，豆瓣评分更是一片狼藉。为何如此虐恋的一部古装剧会得到这样的一个评价？观众的理由就像是商量好了一样。沉香如屑的问题远比你想象中的还要复杂。该剧改编于苏沫的同名小说，对于资深的书迷来讲，无异于一场大型的圆梦。虽然文字上给人一种沉浸式的体验，很多场景需要脑补来构思。高冷总裁遇上懵懂无知的闯祸精，生怕下一句台词杨紫会说出对凤娃一样的话。这部仙侠剧按理来说阵容强大，一个是公认的第一古装美女，而程毅也是人气颇高的仙侠男神。恶评如潮，问题出在哪里？最让人无语的是，观看这部剧的时候，脑海中常常会出现香蜜沉沉烬如霜的画面和场景，很多人都是加快倍速观看，剧情散乱不说，而且非常的傻白甜，没有任何的质量。该剧就像是与三生三世系列一个生产线出来的，在挖掘的期间，不少古装剧让观众们一饱口福，难免会觉得平淡无奇。我不否认沉香如屑故事框架很虐，但是这样的故事线以及操作的流程来看，遭到观众的嘲讽，有点实至名归的味道。我本以为应渊这个帝君就是最大的官衔，不成想天君的到来，我迷茫了。最为出彩的人应该是女二孟子义，温婉端庄的样子，由内而外散发的气质，分分钟吊打杨紫。总而言之，这部剧如果下饭，需要强忍着去看。有条件的粉丝可以加速进度条，结合早期的宣传来看，800年的遗忘应该是非常的虐，苦尽甘来，值得期待一番。这些仅仅只是我个人的观点，希望杨紫和程毅的粉丝们理性的看待。一名好的演员就需要围观者的鞭策，才可以绽放出最好的姿态。虽然开局有点糟糕，不过我还是很期待后续的剧情。相比较结果，过程也是美丽的风景线。